谢谢。那么我是这样想的哈，就算习近平当时说“头破血流”这4个字的时候，他脑袋是一片空白的，什么都没有想，他所指的也一定是美国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有能力啊，最有能力跟中共对抗的那就是美国。那其他国家相对来讲，综合实力呢，跟美国来说呢，还是比较弱一点的。但是美国是最有力量也最有实力跟中共对抗的。所以说呢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那习近平不管他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指美国还是不指美国，他一定会跟美国有关。那实际上啊，从现在的趋势也能看出来，整个的这个世界潮流啊，就是在反共的最前线，那是美国，美国确实是站在最前面的。那么美国政府啊，现在它是要跟欧洲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组成一个联盟，包括现在亚太的日本啊，还有台湾呐，还有这个其他一些的，包括印度、澳大利亚，它都要组成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抗共联盟。那由美国牵头，那实际呢也是这样做的。所以说呀，习近平说头破血流，那他这个指的呢，他暗中指的那一定是对美国。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为什么要用头破血流这4个字呢？我是觉得呢，这个首先呢，习近平他不会自己写稿，这个稿他不是自己写，他是别人给他写的。那别人给他写稿，他只会提出一个具体的思路 ，OK， 他会告诉给他写稿的人，你这么写啊，我要表达这样的意思，要明确啊，什么样的立场。那写稿的人就要绞尽脑汁啊，就要去想怎么写。其实啊，我在他7·1天安门上的讲话，我听到了很多重复的语言，就包括这个头破血流，我印象里以前也听过类似的话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感觉他给他写稿的人已经是词穷了，就是他每一次对外讲话都是喊那么几句话。其实这个头破血流，这个头破血流这4个字啊，对我们来听啊，都已经是耳朵已经长茧了，已经听的是不能再听了，因为他每一次的对美国的喊话都是如此的强硬啊，只不过用的词可能稍有不同，但是意思呢都是一样的。那么好，这写稿的人写到这儿了，那怎么来表达这强硬的立场呢？那么习近平给他的要求呢，一定是 OK。现在呢，正处于这个美中对抗，是吧？这整个这个中共的国际形势啊，他要表现一个很强势的，因为习近平是深深的相信啊，东升西降啊，相信自己是世界老大啊，可以自己平视世界，这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来。所以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，所以他也一定要这么做。之前我们知道，习近平啊，在6月份的时候，他要求过中共的这个文宣系统，包括外交部，要放弃战狼语言啊，扮可爱啊，要跟那个外国在交流的时候呢，要宣扬一些就是说这个中共所谓正的东西哈，然后就是说装可爱呀，传递一些什么讲中国故事之类的，用一些比较 soft 比较软的方式来传递，但是没有推动啊，不能成型。这个我看到有些报道就是引述知情人的消息也是说，就是他想放弃战狼语言，他这个事儿推不动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一个就是说，他正好赶上这个7·1党庆。那共产党现在呢，他最主要的一个维持他统治合法性的手段之一，就是民族主义。他要靠对外的强硬来煽动民族啊，就是说 OK， 只有他会叫老百姓觉得啊，只有共产党能代表中华民族啊，能跟这个外国敌对势力对抗。那不管是外国有没有这敌对势力，是不是他假想的，这个他不管，他就要塑造一个这样的敌人，然后呢要跟他去对抗，这样呢人们的目光啊就会被吸引过去了。其实跟以前斗地主是一样的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起家啊，中共他在这个。他怎么赚钱呢？他一开始没有钱，除了在延安烧鸦片，那其他的在这个井冈山时期，他也斗地主、绑票富人家的这个亲戚啊，然后呢叫其他的亲戚去拿钱来赎啊，甚至是直接就是抄地主的家啊，把地主杀死。他叫土地改革，他整个他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都是这样斗争性的，是煽动仇恨的。所以他这个基因就带着。那习近平本人他也是这个共产党那个圈子里的嘛，所以说他整个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习性，他带着这样的观念。那么他在这个关头啊，在7·1党庆的时候，他呢就要表现出共产党的强硬，而且呢，他就是说，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这个倒共大潮之下吧，他不可能说是 OK， 我要表现的就是说比较 soft 或者比较怎么样，跟之前有一个比较大相径庭的一个表现。那么他可能是觉得是政策哈，但是呢，外界看他会觉得。那可能让外界看会觉得共产党突然变软了，那这个可能他不够强硬，那对他自己连任都可能是问题。
所以说呢，他一定会让他给他写稿的人这么写，就说要头破血流，就是他不会这么具体要求，他会给他一个方向。那么写稿的人呢，就用到这个词头破血流，那这样呢，这个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词拿出来了。但是这个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，头破血流，我们正常人是不会这么说话的。我们刚才像我跟大家介绍的哈，共产党他起家的时候就是斗地主啊，就煽动仇恨呐，树立一个敌人，然后凝聚另外一拨人，他就是靠这样方式来维持统治。他的起家最早是巴黎公社，那巴黎公社那共产党的历史书写的比较好了，实际上啊，真实的历史巴黎公社那是一伙流氓和无赖啊，他们就是这些人在巴黎，那巴黎当时是满街的艺术品，巴黎公社运动之后。把巴黎满街的那艺术品呢销毁了好多，都是那个巴黎公社那些流氓干的。那现在结果共产党在历史书里把他们捧得很高，而且呢，以前共产党呢，他是直接称呼自己叫流氓无产者，他不是叫无产阶级，他前面有2个字，现在不要了，拿掉了。他原来是叫流氓无产者，他后来觉得这俩字不好听，他就把流氓2个字拿掉了，就变成无产者。那实际上啊。共产党从起家就一直都认为流氓、地痞、无产，所谓无产就是不务正业。大家知道传统文化里面什么人无产呢？不务正业，对不对？天天赌博，或者说没有知识、没有文化，或者说是四肢不健全，这样的人是无产。哪有真正的无产者呀？无产者那是被人鄙视的，但是共产党就要把他吸纳为作为他们的精英中坚力量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他是要把社会中那些最我这么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受冒犯哈，但是真的是这样啊，他要把社会中的一些垃圾啊，早期是这样啊，集中到一起。那当然他去利用这些人的时候呢，这个操盘手他是可能有点文化，但是呢，他具体利用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会有很多真的流氓进来啊，等等吧，就是类似这样的。他一路走来也都是这样。那而且共产党它里面整权呢，它也不是看你有没有文化，这个我们接下来可以再细讲。所以说吧，就是呢，他之所以能够接纳这样的名词头破血流，那就说明共产党它本身带有这样的流氓性，这是它基因里面的一个元素。所以说呢，他能接受这么说。我们正常人是不会这么说话的，说 OK。我这个你对我不好了，你小心点啊！我代表我们家人，我让你头破血流，你小心点。那或者是任何一个美国政府这么说过吗？美国政府跟中国，就哪怕跟中国说话哈 ，OK， 你这个中共啊，你对香港啊有问题，你对新疆种族灭绝，你要是这个不改变的话，我让你头破血流。美国会这么说吗？这一听就是流氓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他们不会这么说，但是中共会这么说。而且很奇怪的是，中共这么说了，中国人很多还叫好。这一部分呢，很大一部分是网军在网上带风向，也有一部分人呢，他是我感觉啊，中国大陆里边大部分人他是不会跟着中共这个风向傻跑的，只有那一小部分人，有很多的流量啊，有很多什么点赞，我都很怀疑它里面有很大的水分，因为中共太会做这些数据造假了。真正那种没有头脑的小粉红，就是中共说什么是什么的，我觉得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。它还有，但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少。那不管怎么说吧，它能煽动一批人啊，在中国大陆它能煽 OK， 大家都觉得 OK。这中共这么说了，一下子这个民族感被调动起来了。那中共就是这个目的啊，他就是要用这种流氓词汇，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这种文化啊，这种表现去拉拢人。那拉拢到的也是那种，就是民族主义一上头，他就冲昏头脑一样，他就不去理智的去思考了。那所以说呢，他能喊出这样的话，但是我们任何一个理智的人。理智的政府都不会说这样的话，都不会说头破血流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回过头来说这4个字，它到底既然这么说了，它有什么目的？首先第一点，我觉得啊，它这个头破血流，它呢并没有真正的是给外国人说的。这就好比今年3月份的阿拉斯加美中峰会。那杨洁篪在会上，还有王毅啊，跟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，他们的对话也很激烈，甚至就差感觉要扔椅子、扔瓶子哈、拍桌子，就差这样了，都是骂战啊。当时在阿拉斯加峰会，他说那么前面话，但是呢，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？当时那个坐在杨洁篪身边的女翻译官呢，他就说我这段我要翻译一下啊。然后杨洁篪说什么呀？说你还要翻译吗？
啊，那看看吧，这可是考验啊，大概这意思。就说杨洁篪说那些话根本就没有等翻译，他根本就不想，就没有打算说叫翻译完全翻给这个美国人听。那么他说这些话是为什么？就是讲给中国人听，啊，他表面上好像是对着你在说话，实际上是指桑骂，就是说他另有所指啊，他就是其实说给中国人民听的啊，就是来为他的统治制造这个合法性啊，这是第一点，就大内宣啊，现在这叫大内宣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说他这个头破血流4个字呢，他既然敢喊出来，说明呢他在外交上定下了一个基调，就是啊，他要跟西方是硬碰硬的，他不是说我会对你软，或者说你怎么样，我跟你谈判呢，我跟你很理性的哈，像绅士一样跟你交流，他不会这样。他呢一定是 OK， 他要两边呢就是你要美国，他用一个词叫欺负啊，中共的统治就是这样，他总是在塑造一个受害者心态，他叫国民普遍拥有一个受害者心态。其实没有人欺负中国人，也没有人欺负中国，是你中国欺负别人，别人批评你，然后你说别人欺负你，这不就是一个很精神疾病的一个状态吗？对吧？就是他就是在中国在营造这样的受害者心态，所以说呢。他就是说 ，OK， 那这个任何人想欺负中国，想欺负中国人，那么呢，14亿，看中国人又被代表了。那真正想好事的时候不代表，发养老金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，给退伍老兵发这个福利可能有问题，学生的这个一些福利可能也有问题，甚至一些这个金融平台暴雷，他这些维权者呀，或者说是其他的上访户啊，这些都解决不了。这些时候共产党就不记得要代表他们了。代表他们什么时候啊？要保护党啊！你们14亿人组成铜墙铁壁，然后外国人要欺负我们，其实指的是欺负共产党。那样怎么办呢？那你们会在这14亿人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。他在语言上都丝毫没有对人民的一点点怜悯。刚才洪林我觉得有一些话说得非常好，就是说中共啊，其实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漠视生命。往往呢，我们在这个美国报道一些新闻，说哪个地方死了10个人啊，几个人，20几个人，我们都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人太多了，在美国这算很大很严重的事故了，全国媒体都会报道。一次枪击案死了6个人或者5个人，全国都会报道，而且会持续报道2、3天，这至少的。那过一个礼拜、2个礼拜，还会回过头来再总结一下。这是因为人们对生命的重视，死一个人，你像。他从小到大长得这么，就是说他成长过程各方面，他这个人就没了，这是一个多么悲伤的事儿啊！但中共在他眼里，这些都是平淡无奇的数字，所以说他在国内，他可以历次政治运动杀很多人，在他眼里眼都不眨，所以说人们管他叫杀人政权嘛。那么他呢，也在这个头破血流这句话上也体现了这一点，他叫14亿人民在任何关键时刻都充当他的铜墙铁壁啊，站到他前面。让外国势力跟中国人民干，那共产党干嘛呀？这个很有意思，对吧？你共产党，你要按照正常政府逻辑，你应该共产党 OK， 你不是保护人民吗？你应该站到人民前面。你要是任何人敢欺负中国人，我共产党跟你拼了，让你头破血流，对吧？你这么说也可以，但共产党不这么说，是人民你站到前面去，你碰到人民上面，他叫别人保护他。所以说，这也体现出共产党的他一方面是漠视生命，再一个他一个非常极度的不安全感，实际伴随他的政权。那共产党为什么心狠手辣？它也伴随这个因素，就是说一直存在着这个政权的不安全感，因为它的政权本身就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上，在这个非法的基础上，它还不断的干坏事，不断的建立敌人，那所有敌人都要消灭它，那它不断的在不安全感中生存，它不安全感反而会给它带来更残忍的手段，所以它的一个恶性循环。就共产党它越往后，它的统治手段，它只要习近平这个人，他只要不放弃共产党。现在看是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。他只要不放弃他只要按这条路走下去，共产党他会越来越残暴，但是他也会越来越走向灭亡。